男人明明是拯救世界的5位英雄之一，可却只有他成了被历史遗忘的不幸之人。如今重生归来的他是要找出真相，这是一个属于英雄的时代。自英雄记录出现在世间已有5000年，在这段时间发生了诸多变革，而英雄们始终处于这些变革的核心。蒂兰王立学校的英雄学教授在讲台上激情地讲着，而他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今年他们学校被选为卢梅尔入学考试的考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考入卢梅尔，就有可能成为被记录在英雄记录里的人。与其他认真听讲的人不同，早已厌倦这些话题的男主正在课堂上呼呼大睡，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教授的不满。雷欧同学，你来回答一下5000年前的英雄是通过什么仪式被选出的？被点名的男主无奈起身，大概只要稍微有点名气，大家就会被自动捧上去吧。又是这种草草了事的回答，教授皱眉长叹一口气，谁来替他回答一下？话音刚落，便有一只手高高举起，举手的正是男主的邻桌。他回道，在古代并没有直接得到神的认可的手段，因此英雄们是通过神圣仪式来选拔的，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血之仪式。教授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毫不吝啬地送上夸赞，不愧是我们王国最强的魔法天才格里芬特兰德，我会期待你卢梅尔入学考试成绩的。得到老师表扬的克里芬偏头挑衅地看向男主，而男主则一脸的不屑。那个时候的神可是能自由降临人间的，怎么会没办法获得他们的认可？哪有什么神圣仪式啊？所谓的英雄记录可以被追溯到5000年前的灾祸时代，那时世界差点被最初的邪恶太初之恶埃列波斯摧毁。为了在彻底毁灭之前拯救世界，出现了与埃列波斯战斗的5位英雄：星云的始祖精灵大法师露娜，神的工匠矮人铸造师德维诺，勇者兽人战士阿尔文，智慧之王利希纳斯，以及起始的英雄凯尔。为了永远赞颂他们，神明赐予了人界一场奇迹，但是为什么只有我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曾经的大英雄凯尔，如今的雷欧感到十分的委屈。就在男主一个人神伤的时候，课间的同学们突然喧闹起来，原来是英雄名门杰尔丁格家族的人来了。同时学校广播响起，通知所有学生到大讲堂集合。见到男主起身，格里芬开口嘲讽，你也要去杰尔丁格家族那边混脸熟吗？谁曾想男主的回答竟完全出乎预料，我是要回家。说着他双手插兜直接离开，同时不忘反击，我不像你对这种事没有兴趣。闻言格里芬瞬间陷入石化，然后他便恼羞成怒地解释，我也没兴趣，只是作为竞争者去看一下而已。声音虽大，却有欲盖弥彰之感。逃学回家的男主一个人来到家里的训练场练习，直到满头大汗才停下。虽然他前世也有一直努力训练，但果然还是今生的肉体感觉更好一些。一个人训练完的男主心不在焉地从训练场走出，却突然感觉一股寒意席卷全身。男主猛然回头，随后就见一个女人如疾风般持剑扑来。见状，男主赶忙提剑挡在胸前拦下这一击，两人一触即分。男主不满地开口，一开始就这样，是不是太狠了？而对面的女人则咧嘴一笑，靠着不上不下的能力是进不了卢梅尔的，这是最后的测试。雷欧说着，女人再次举起手中剑，就这样两人开始你来我往。看着将自己攻势挡住的少年，女人的表情愈发兴奋，要不要更加猛烈一点啊？男主气喘吁吁地看向对方，您的培养方式是不是太极端了一些啊，母亲？而女人则面露不屑之色，明明都挡住了，还说什么？话音刚落，他便一个猪突猛进朝着宝贝儿子刺去，但是很快他便意识到不对，糟糕，用力过猛了。要是男主没有躲开，恐怕要当场嗝屁。万幸他的战斗经验足够丰富，及时偏头躲过这一剑，这已经不是单纯天赋就能做到的事情。看着儿子的表现，女人的反应出现了一丝迟钝，然后这场比试他就输了。抬头看向用剑指着自己的儿子，女人简直不敢想象这孩子的才能有多强。比试结束，女人起身问男主，还是决定去卢梅尔吗？卢梅尔学院不仅是世上最强的4所英雄学院之一，同时也是英雄记录保存的地方，只有那里最有可能找到他的记录。所以男主的回答没有一丝迟疑，那当然是吗？女人笑了笑，妈妈会帮你想办法的，交给我吧。随后他告诉男主，接下来杰尔丁格家族的人会在他们宅邸休息，到时候他可以拜托到此的副家主祭司，让男主接受杰尔丁格家族的灵力心法。女人摸着儿子狗头，让儿子放心，明年一定可以进入卢梅尔。却不知男主早已下了决定，我可是打算今年入学的呀。一转，此刻杰尔丁格家族来到了普洛夫宅邸，而塞利亚很是不解，为何我们要来这种小家族？我只想专注于卢梅尔入学考试。吉斯则对此表示，你不是对那个叫雷欧的小子感到好奇吗？既然是个连魔力都无法控制的家伙，那么他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我倒是不这么认为。片刻之后，父亲和母亲友好地接待了两人。此刻只见塞利亚开始向他们做起了自我介绍，我是塞利亚·杰尔丁格，这一周就拜托你们了。而他忽然意识到，普洛夫侯爵的夫人跟自己的父亲很像，黑色头发，红色瞳孔，难道他是家族中的人吗？没错，蕾娜正是你的姑姑。画面一转，此刻杰斯正与母亲进行着交谈，我们刚才去过学院了，不过雷欧却说对我们没兴趣就回家了，他可真是丝毫不给杰尔丁格家族面子。如果真让你感到不开心了，那么我就代替他向你表示道歉，毕竟他除训练以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而吉斯很是好奇，雷欧到底是个怎样的孩子呢？他的才能强大到非常不像话。姐姐，你真的认为雷欧有资格继承杰尔丁格家族的火种吗？当然，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而是他完全具有这个资格。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我也忍不住有些期待起来了。但是我需要亲自对那孩子的资质进行测试。另一边，此刻雷欧正在训练场打坐，终于完成了吗？能够容纳一切的容器。我之所以没有练气的原因，是因为我接受气的瞬间，身体会很自然地习惯那个气，从而导致失去积累魔力和灵力的机会。前世如果我能完美掌控那些家伙的魔力和气的话，
就不会留下灾难的种子了。这一世我将要学会如何控制他们，首先就从气开始。就在这时，只见一道身影出现在我面前。你就是雷欧普洛夫吗？你的基本功练得很扎实，我就特别指导你一下剑术如何。而雷欧很是疑惑，你是谁？我是塞利亚·杰尔丁格，人们都将我称为剑之公主。原来如此。不过我可不想一个实力还不如我的人叫我剑术。你是说现在的你比我更强吗？在生死较量中你可能比我强大，因为我不会使用气场，但如果是剑术的话就另当别论了。闻此，塞利亚当即便从身后拿出一把长剑。既然你这么有信心的话，那么就和我对练一下吧。你觉得学会气场就会比我更强吗？就让你看看现实的残酷吧。如果我赢了，我住在这里的1周你都要当我的仆人。相反，如果我输了的话，到时候我就做你的仆人。那么开始吧。下一秒，只见雷欧猛然对其发起了进攻。没想到你的速度还挺快，不过光靠这些可不够。与此同时，雷欧猛然挥出重重一剑，强大的力量就连塞利亚都无法承受。而他还没反应过来，此刻雷欧早已打出一击突刺。见此，塞利亚当即使用气场进行防御。不是说好单纯的比试剑术吗？使用气场是怎么回事？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赢的。会不会控制气场是天和地的差距。此刻只见雷欧将重量魔法手环缓缓摘下，下一秒，一道更为强大的斩击瞬间落下，当场便击碎了塞利亚的气场防御。该死，这家伙实在是太强了。帝国最强家族想要将起源心法交给南海，可他却当场表示拒绝。要知道，凤凰呼吸可是杰尔丁格家族所有气场心法的起源，只有家族中得到认可的人才能学习。如果您是为了掩盖塞利亚的失误而送给我，那样会显得起源心法非常廉价。因为即便是塞利亚使出全力，我也还是会赢的。就在雷欧一剑破开公主的防御之后，另一边，两人正朝着训练场的方向赶来。而刚好雷欧也从训练场走出，随后母亲便示意他向吉斯打个招呼：“您好，我叫雷欧普洛夫。”见此，吉斯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叫吉斯杰尔丁格，你应该知道我是你的舅舅吧？见到你很开心。”而在这时，母亲忽然想起，塞利亚刚才不是去训练场了吗？正当雷欧想着怎么解释时，此刻只见公主被2位士兵抬了出来。见此，吉斯很是惊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还没有学会气场就打败了塞利亚吗？你打败了塞利亚，真是厉害呀！不过你们之间做了什么约定？没什么，就是输的人要给赢得人当仆人，所以这1周塞利亚都要当我的仆人。闻此，吉斯当即有些不满地说道：“虽然约定很重要，但他可是杰尔丁格家族的人，所以你不能让他当仆人。希望你能毁约，我会给予你相应的补偿。”可雷欧却当场表示拒绝，这是我和塞利亚之间的约定，既然他肩负着家族的名誉，那么就要为此负责。即使是我教你家族的气场心法吗？为了不让侄女丢脸而教我心法，这种心法不学也罢。闻此，吉斯当即神色一紧，你的意思是家族心法对你没有任何价值吗？当然，的确如此。你不觉得你这句话很轻率吗？我这并不是侮辱杰尔丁格家族。如果吉斯先生把心法作为击败塞利亚的奖励送给我，我会很乐意接受的。但您却为了掩盖塞利亚的失误而送给我，也就是说您并不认可我的实力。您觉得塞利亚如果不轻敌就不会输给我了吗？即使塞利亚使出全力，我也还是会赢的。闻此，吉斯露出了一抹微笑，因为不喜欢我的态度就拒绝我吗？这小子口气真大呀！如果他是家族中的人就好了。随后只见吉斯朝着手下示意，把塞利亚送到女仆的房间。雷欧，以后私底下你就叫我舅舅吧。片刻之后，雷欧转身离开了这里。姐姐，你不是想让我教他家族的气场心法吗？为了让雷欧学会凤凰呼吸，我会说服大哥的。画面一转，身穿女仆装的塞利亚正站在雷欧房内。按照约定，这1周我都是你的女仆。见此，雷欧不禁赞美道：“这身装扮倒是挺适合你的，普通的女仆装和你华丽的容貌很搭。虽然这些话有些冒昧，但我不是想让你生气，而是我的朋友中有个特别喜欢夸赞别人美丽的家伙，我在不知不觉间受到了他的影响。永垂不朽的美总是最棒的，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等世界和平之后，我要将美丽传播给所有人。”就在这时，塞利亚注意到雷欧手中的书籍，难道这本书就是特别的修炼书吗？这不过是一本我从小看到大的童话书。闻此，塞利亚当场愣住了。看起来你很喜欢起始英雄啊，这里到处都是有关凯尔的书籍，那些无法确定是谁所为的大英雄成就，会不会就是属于凯尔的呢？凯尔不是试图偷走大英雄们功劳的小人吗？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的，当然我也一样。此刻只见雷欧缓缓说道：“早饭过后就开始修炼吧。”而他很是惊讶：“我也可以一起修炼吗？我一定要找出你这么强大的秘密。当然，只要你能跟上我的话。”片刻之后，只见塞利亚正气喘吁吁地跪倒在地上，体力达到极限时反应会变慢，动作的破绽也会变得更多。难道锻炼身体就是你说的修炼吗？当然，和过去相比，气场心法发展之后，人们忽略了对身体的修炼，毕竟气场可以让身体能力变得更强，锻炼身体其实就是锻炼气场。此刻塞利亚表现得极为不满，下一秒，只见他猛然挥剑朝着雷欧攻去，但却被其一剑瞬间击退，甚至当场被震飞数十米之远。你实在是太弱小了。说着，雷欧便将手环递给了他。这个手环使用了重量魔法，从明天开始，你修炼时记得带上。画面一转，此刻塞利亚正在院子里进行长跑训练，而吉斯似乎对此颇为满意。这对塞利亚来说是不错的经验，在进入卢梅尔学院之前，先让他感受下挫折。就在这时，吉斯招呼着雷欧来到面前，
雷欧，我想说服家主教你凤凰呼吸。闻此，雷欧有些惊讶。凤凰呼吸可是杰尔丁格家族气场心法的起源，只有家族中得到认可的人才能学习。而塞利亚却一脸坚定地说道：“父亲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当然，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通过卢梅尔学院的入学考试。”闻此，塞利亚很是震惊，这对不会使用气场的雷欧而言是很危险的，毕竟那可是实战考核。我的确没有实战经验，但只是这一时没有。与此同时，一旁的舅舅向雷欧询问意见：“雷欧，你是怎么想的？父亲和母亲让我尊重你的意思，所以我会通过入学考试的。”少女只是使出了最基础的风魔法，却让雷欧感到无比震惊。这是5000年前见过的魔法，而且基本没有任何变化。难道过去了5000多年，魔法依旧停滞不前吗？就在雷欧决定参加考试之后，此刻吉斯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果然，这小子想参加入学考试。随后，两人便再次展开了训练。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卢梅尔学院入学考试当天。此刻，格林芬正向两人打起了招呼，不过似乎塞利亚对他并没有什么印象。随后，他便拉着雷欧想要离开这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喊住了他。随后，两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他们面前，而来者正是勒瓦林家族的兄妹阿巴德·勒瓦林以及切尔西·勒瓦林。塞利亚，好久不见了。勒瓦林家族和我们一样是帝国的英雄世家，雷欧，这次考试你绝对不能输给他们，杰尔丁格绝对不能输给勒瓦林。可我好像是普洛夫家族的人。与此同时，阿巴德很是好奇，塞利亚，你旁边的人是谁？他是普洛夫侯爵的儿子，雷欧·普洛夫。原来是小喽啰呀！塞利亚，首席是我的。说完这句话后，他们便转身离开了这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所有人都到齐了吧？我叫阿尔比杰鲁温，是卢梅尔学院的教授。”闻此，塞利亚很是震惊，难道是被称为魔眼魔法师的阿尔比吗？他可是上了英雄记录的英雄啊！而雷欧忽然察觉出，他左眼的魔力似乎非常熟悉。此刻，只见阿尔比宣布考试规则：考试分为个人对战和实战打怪，每个人都要经过2种考试。不过，我觉得这个方式很麻烦。下一秒，只见阿尔比一把火将考试规则燃烧殆尽，紧接着他便从怀中掏出一本魔法书，随后打开了英雄记录中阿尔比的世界章节：魔物之森。伴随着阿尔比缓缓凝聚魔力，我最讨厌效率低的东西了，就把这2个内容放到一起考核吧。而在这时，雷欧忽然意识到，英雄记录并不是单纯的记录物品，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英雄记录可以展现过去英雄们经历过的试炼。如果可以攻略英雄的世界，那么就可以继承先代英雄们的力量，这简直就是英雄养成系统啊！等到雷欧再次睁开双眼，竟发现他们都被传送到了魔物之森，这里就是那个英雄的世界吗？此刻一道声音响起，考试内容非常简单，就是在魔物之森存活下来，互相合作还是互相对抗？为了活下来，你们什么都能做。想要放弃的人可以捏碎怀里的东西。看起来这里还是老样子。被魔物女王希拉图娜污染之前的精灵之森，教授刚解释完考试规则，就有不少人选择了放弃，而不少人认为这不过就是幻觉罢了，没什么好怕的。可雷欧却不这么认为，这里虽然是考官阿尔比记忆具现化的世界，但这里发生的事情全都是真的，也就是说，遇到危险说不定真的会死。就在这时，一把弓箭径直朝着雷欧袭去，见此他当即选择侧身躲闪开来。与此同时，只见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他眼前。我们刚才已经见过了，我要做的就是把杰尔丁格家族的人刷下去。我可是普洛夫家族的人，但是你刚才和塞利亚待在一起。说着，只见他使用魔法召唤出一把风之镰刀，而雷欧很是惊讶，这还是以前的魔法，基本没什么变化。见此，切尔西露出了一抹微笑，当着我的面你还能这么悠闲吗？下一秒，他开始旋转起手中的风镰，紧接着使出全力将其扔出，而雷欧仅挥出一剑便抵挡下来。此刻切尔西很是震惊，居然被挡下了吗？他好像还没有使用气场，难道是无法感知到属性的气场吗？与此同时，只见雷欧缓缓开口说道：“你的攻击太简单了，不如我们一起合作吧。这场考试是最后留下的人数更多，你这个魔法师需要一个剑士吧？”闻此，切尔西当即爆发出全身魔力。我可是战斗魔法师，你刚才说我的攻击很简单对吧？我应该没说错吧？你的风魔法攻击太单调了。与此同时，只见切尔西猛然对他发起了进攻，可此刻的雷欧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居然感觉不到他一点魔力痕迹。就在他一脸疑惑之际，雷欧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前，伴随着雷欧打出全力一击，下一秒，切尔西当场跪倒在了地上。那么我就用绅士的办法要求合作吧。另一边，众人正在屏幕前观看着考生们的表现。此刻，只见切尔西被结实地绑在木桩上，而雷欧却在一旁升起了篝火。好戏就要开场了。男孩只是升起了一堆篝火，却引起了英雄阿尔比的格外关注。他通过手段与切尔西达成了合作，这意味着他已经看穿了这场考试的本质。虽然没有像塞利亚和阿巴德那般强大，但不得不说，他是一匹出乎意料的黑马。就在雷欧升起篝火之后，此刻只见切尔西缓缓睁开了双眼，没想到却看到眼前这一幕。所以你愿意跟我合作吗？对此，切尔西当即表示拒绝，打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的。除了哥哥以外，我不需要任何人。正当他准备使用风魔法解开束缚时，此刻一道红色法阵忽然亮起，这可是魔法封印阵。虽然魔力太少，导致他无法维持太久，不过你没有时间集中注意力使用魔法了。
伴随着雷欧一把拉紧手中的绳子。这时，只见切尔西不断朝着火焰靠近，见此他当即表示愿意合作。那么你用家族的名义起誓，我用勒瓦林家族的名义起誓，我切尔西愿意跟你合作。闻此，雷欧当即便松开了手中的绳索。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你了，勒瓦林的魔法师。另一边，此刻阿尔比正注视着画面中的一切。这些学生的水平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居然还选择了互相竞争。看破考试本质的学生只有这两人吗？塞利亚和阿巴德。忽然，另外一组画面出现在他眼前。这家伙是叫雷欧普洛夫吗？虽然刚才他在篝火旁的举动很奇怪，但和切尔西达成了合作意识，已经是合格了。虽然没有塞利亚和阿巴德那般强大，但没想到居然是匹黑马。与此同时，在两人的合作下，他们很轻松便解决掉了眼前的怪物。而切尔西很是好奇，你的气场到底是什么？为何我一直感觉不到你的魔力？雷欧则对此表示，我并不会使用气场，会不会气场并不重要，打好坚实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此刻，一只怪物赫然出现在两人身后。随后，只见切尔西猛然爆发出全身魔力，紧接着一击风魔法瞬间打出，当场便将怪物击杀。这招威力是不错，但这一招可不是你那么用的。就在这时，雷欧忽然察觉到了什么，随后便示意切尔西停下脚步。这些家伙都变成沙土的模样了。我以前见过喜欢这么吃猎物的家伙，我似乎明白通过这场考试的条件了。就在这时，一道魔法径直朝着两人袭来，幸好雷欧反应及时，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真是太可惜了，没有干掉切尔西，只要干掉了他，那小子什么也不是。而说话的此人正是格里芬。下一秒，众人便纷纷朝着两人发起了进攻，可仅仅一个照面，众人便被雷欧一拳干飞。见此，格里芬瞬间慌了神，切尔西，一起收拾他们吧。随后，切尔西便加入了战斗，紧接着雷欧便进入了战斗状态。与此同时，格里芬早已趁此机会逃离了这里，而一旁的塞利亚却注意到了他的身影，于是顺着他逃跑的方向找到了雷欧等人。在众人相互一番寒暄之后，此刻塞利亚提出了心中的疑惑：你们两人怎么会待在一起呢？因为我提议他进行合作，那种倔强的家伙怎么可能同意合作呢？的确，所以我花费了不少心思说服了他。随后，雷欧开始搀扶起倒在地上的众人。我们没必要相互竞争了，一起攻略这个世界才是通过测试的唯一途径。现在魔物森林发生了异变，你们都注意到了吧？那些家伙全被吸干了水分，而且奇怪的是，你们不觉得魔物森林里的魔物太少了吗？闻此，塞利亚忽然意识到，难道是森林里出现了能让怪物害怕的高级怪物吗？话说回来，这里好像是英雄阿尔比第一次击败高级魔物的地方。就在这时候，一道凶猛的嘶吼声从森林深处传来 ，BOSS 终于要出现了吗？另一边，此刻格林芬正缓缓朝着森林深处走去。该死的雷欧，我一定要让你落选！而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一只庞然大物已然偷偷盯上了他。BOSS 级魔物，蜘蛛公主塔拉图尼亚。学院两大天才都无法击败的蜘蛛 BOSS， 却被一个连气场都不会的男孩轻松压制，只因男孩早在5000年前就曾击败过他，而他的弱点正是他肚子里的生命戒指。就在 BOSS 级魔物出现之后，此刻阿尔比正注视着屏幕中的一切。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自己击杀多少魔物时，阿尔比却宣布他们全都不合格。尽管校长并不同意他的做法，但他还是坚持认为无法达标的家伙就应该刷下去。只有危机时刻才会出现真正的英雄。没想到雷欧居然注意到了森林的异变，不过他们能够攻略那个世界吗？与此同时，众人正朝着嘶吼声传来的方向赶去。该死，这也太黑了吧！而当塞利亚使用魔法照亮前方之后，发现格里芬居然已经被魔物吞进了嘴里。这到底是什么魔物？眼瞅着使用魔法已经无法将其救下时，此刻只见雷欧朝着格里芬喊道：快醒醒，格里芬！捏碎手中的珠子！没有丝毫犹豫，格里芬当即便捏碎了珠子。下一秒，一道金色光芒将他传送回了学院。见此，阿巴德迅速使用风魔法朝着魔物攻去，但这似乎并未对其造成太大的伤害。该死，这点攻击根本不够吗？随后 BOSS 完全体便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蜘蛛公主塔拉图尼亚。此刻只见一位学生猛然对他发起了进攻，但却被其一击击飞数十米之远。与此同时，塞利亚果然拔出了自己的佩剑，我会一击干掉他的。随后他便释放了一击太阳红焰，下一秒，强大的火焰魔法瞬间便贯穿了魔物的身躯。然而仅在眨眼之间，伤口便完全愈合。这怎么可能？此刻塞利亚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骑士和魔法师的伤害差距是很大的。说着，只见阿巴德缓缓凝聚全身魔力，下一秒，一道强大无比的风魔法便径直朝着 BOSS 袭去。可就在这时， BOSS 却一个瞬身来到他的身前。见此，切尔西当即使用魔法进行援助，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随后阿巴德便安稳降落在了地上。此刻众人正感到无比震惊，这只怪物到底是什么？恢复能力也太可怕了吧！他就是毁了精灵之森厄瑞波斯的军队，塔尔塔罗斯的魔物女王希拉图的女儿塔拉图尼亚。闻此，众人皆倒吸一口凉气。果然，阿尔比左眼的魔力是来自于精灵王的。塔拉图尼亚是控制诅咒之森的怪物，吃掉了进行反抗的精灵王的右手，摧毁了精灵们生活的森林。可露娜明明干掉他了才对，难道是精灵王的右手救了他吗？他的右手上佩戴了生命指环，可以提供无限的生命。闻此，阿巴德当即来了兴趣，既然这个怪物是通过考试的钥匙，那么就由我来打败他。下一秒，塞利亚和阿巴德便纷纷朝他发起了进攻，但这些进攻并没能造成任何伤害。此刻只见雷欧缓缓开口说道：
这个怪物能够无限复活，这样下去只会消耗完你们所有的魔力。所以你有什么建议吗？你们两个需要相互合作。闻此，阿巴德第一个反对，首席的位置可是我的。而雷欧却对此表示，如果不能攻略这次英雄世界的话，那么全员都会落选的。一瞬间，两人哑口无言。可即便我们合作，但想要使用一击击败他的魔法需要不少时间。这段时间除了我们，谁还能阻止怪物？不是还有我吗？你在开什么玩笑？你连气场都不会使用。虽然如此，但我还是能够坚持5分钟左右。可如果攻击失败该怎么办？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风和火从以前开始就是好朋友，他们两个彼此配合得很好。就在这时，只见 BOSS 猛然朝着雷欧发起了进攻，见此他当即便挥舞着巨斧砍断了 BOSS 的长脚，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紧接着雷欧一斧头砍在了 BOSS 脸上。好久不见了，塔拉图尼亚的魔物。男孩只是使出了最简单的拔刀斩，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这家伙明明年龄和我们相同，可实力却强如武神，简直就像是从英雄记录中走出来的英雄一般。就在雷欧与 BOSS 展开战斗之后，此刻他回忆起了以前的往事。那时候精灵男孩正面临着怪物的袭击，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将结束时，下一秒一道圣光降临在他身边，居然敢扰乱我的故乡，还吞下了精灵王的右手。伴随着露娜猛然发力，此刻只见一道雷霆之力瞬间落下，当场便击退了蜘蛛怪物。没想到厄瑞波斯的手伸到了这里。与此同时，凯尔缓缓走到男孩身前，你没事吧？时间回到现在，此刻雷欧有些惊讶，不能使用气场就只能造成这点伤害吗？随后他朝着切尔西示意，你用风魔法把掉落在附近的武器传送给我。可是你的动作这么快，拿剑的时候会受伤的。而雷欧则对此表示，我会小心的，你快点把武器给我。闻此，切尔西当即便使用风魔法进行辅助，而从声音来看，切尔西传送给了他一把弯刀和长剑，于是他顺势跳到空中将其接下。这次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吧。下一秒，只见一道人影闪过，雷欧瞬间打出了多次斩击。此刻只听砰的一声响起，武器当场断裂开来。下一个，闻此，切尔西再次使用风魔法进行辅助，而他望着眼前的一切很是震惊。这家伙明明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可他看起来就像是武神一样，就连阿巴德都表现难以置信。原来他并不是小喽啰呀，这种感觉还是没有变化呀。如果连这只虫子都无法解决的话，那些家伙在底下肯定会嘲笑我吧。下一个，就在这时，切尔西忽然表示已经没有武器了。闻此，雷欧感到无比震惊。不过好在塞利亚的气场魔法已经准备完毕，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快点让开。下一秒，只见一股无比强大的火焰魔法瞬间打出，当场便将蜘蛛 BOSS 燃烧得一干二净。随后一枚戒指忽然掉落在地，与此同时，前方响起窗口提示：阿尔比的世界，魔物之森通关完毕。终于结束了吗？此刻塞利亚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真的挡住了怪物5分钟，他可真是太厉害了。没错没错，简直就像是英雄故事中的英雄一样，是吗？当然，我想当战斗魔法师，想要学习近战格斗，不知道你能否教教我？而塞利亚却露出了一脸坏笑，希望你能尝试下雷欧的训练。此刻只见雷欧缓缓捡起地上的戒指，没想到战利品居然是戒指吗？下一秒，一只精灵赫然出现在他眼前。希罗德王子吗？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凯尔。当然，希罗德露出了一抹微笑，紧接着便再次回到戒指里。看起来他成为精灵王了呢。阿尔比发现的宝藏就是他的魔眼了。与此同时，考场回归倒计时开始。下一秒，前方传来窗口提示：获得攻略奖励，精灵王的誓约。望着眼前熟悉的面孔，此刻雷欧陷入了沉思。另一边，卢梅尔学院的校长卡利安·贝德安缓缓开口说道：西部的考试好像已经结束了。闻此，一旁的秘书很是震惊，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快。其他地区还在考试呢。不过阿尔比教授这次让几个学生通过了，大概40多个吧，还算是挺多的了。我还以为这次只有10个人会合格呢。而秘书很是好奇，塞利亚和阿巴德谁是第一呢？校长则对此表示，他说目前还分不出高低，不过有个家伙被推荐为了新生代表。阿尔比教授推荐的吗？是塞利亚还是阿巴德呢？都不是，这次是个陌生的名字。与此同时，此刻在考场上，众人正在不断高呼着2人的名字，而阿尔比却望着画面中的雷欧陷入了沉思。新生代表推荐雷欧普洛夫，科目是骑士学，推荐原因他是英雄人才。既然连那个阿尔比都这么说了，我对这个学生还真是好奇啊。男孩只是展现了最基础的火焰气场，却把天才校花吓倒在了地上。要知道他的气场刚学会入门时就花费了3周时间，可他却仅用了半天。雷欧，你到底是何方神圣？就在考试结束之后，此刻雷欧正躺在泳池中，没想到通关奖励居然是精灵王的誓约。要知道，就算是通关所有现存的英雄世界，都是无法获得任何奖励的，可我却得到了奖励，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正当雷欧思考着这个问题时，此刻母亲突然出现在他眼前。雷欧，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逐出杰尔丁格家族吗？以前我为了拯救同伴，失去了杰尔丁格的火花，不过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雷欧，我希望你能把才能和力量用在正道上，还有祝贺你考上了卢梅尔学院。画面一转，雷欧通过传送门来到了卢梅里亚，那里就是卢梅尔学院吗？此刻只听吉斯的声音响起，雷欧，最近1个月过得还好吗？祝贺你通过了卢梅尔的入学考试。而雷欧很是好奇，为何舅舅会出现在这里呢？过去1个月家族一直都在开会，你知道为什么吗？难道是决定好了凤凰呼吸的继承者了吗？没错，
虽然姐姐离开了家族，但你仍是姐姐的儿子，而且那些元老们对你通过了西部考试很是满意。说着，吉斯便把亚空间钥匙交给了雷欧，伴随着雷欧缓缓转动钥匙，下一秒，一本书籍便赫然出现在他眼前，在上面滴入你的鲜血。没有丝毫犹豫，雷欧当即便咬破了自己的手指，伴随着他将鲜血滴入书籍，下一秒，一道金色光芒瞬间亮起。从现在开始，只有你们看这本书了。此刻，只见吉斯缓缓开口说道：“学习杰尔丁格秘籍的过程很不容易，不过我倒是觉得你马上就能学会。祝贺你成为了杰尔丁格家族中的一员。”画面一转，雷欧来到了城市之中，和塞利亚约好的地方就是这里了。就在这时，一位少女迎头撞上了雷欧。此刻，只见她缓缓朝着雷欧表示道歉：“对不起，我走路时没有看到前面。”随后收拾完掉落在地的书籍之后，便转身离去，但却遗落了一张学生证。克洛耶穆勒吗？原来是卢梅尔学院的新生啊！片刻之后，雷欧来到了一家商店。此刻，塞利亚正在不停抱怨：“你怎么这么慢啊？校服、专业书要买的东西还有一大堆呢。抱歉，我见到了吉斯舅舅，所以结果怎么样了？”这时，只见雷欧缓缓打下一记响指，下一秒，一股强大的火焰气场便围绕在他四周，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见此，塞利亚当即感到无比震惊，这怎么可能？我光学习入门就花了3周时间。雷欧，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画面一转，众人正在岸边等着轮船靠近。此刻，只听一道声音响起：“大家好，我是负责1年级骑士科的卢梅尔教授艾因艾朗杜，现在要移动到卢梅尔学院，请大家赶快上船。”片刻之后，一道声音喊住了两人：“那边那对情侣，请等等，我想和你们聊聊。我叫卡尔托马斯，是莫伊拉王国的人，从武器到治疗药水，想要什么随时可以找我。”说着便将手中的名片递给了雷欧。见到你很开心，我是德洛德王国的人，我叫雷欧普洛夫。德洛德王国应该是西部考区吧？没想到你居然通过了考试，真是太厉害了。而在这时，雷欧却注意到这里实在是太安静了，安静到有些可疑。随后他便将目光放在了教授身上，不过卡尔却对此表示，在举行入学仪式之前，他们应该不会开始训练学生吧。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抖动袭来，下一秒，一只巨大的触手从海里伸出，紧接着重重的拍打在了船上。见此，众人纷纷朝着教授求助：“艾因教授，帮帮我们！”然而他却是表现得毫不在意：“你们可是卢梅尔学院的学生，传说中的英雄候补，遇到危机时靠着自己的力量战胜吧。”下一秒，一只巨型章鱼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男孩只是站在了演讲台上，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就连实力最强的首席们都没有当选新生代表吗？这家伙到底拥有怎样的实力？就在巨型章鱼出现之后，此刻雷欧迅速斩断了他的触手。塞利亚，你记得一定要冷静应对。当然，不过你还是先管好自己吧。下一秒，章鱼怪猛然喷出一股水流，当场便将塞利亚冲飞数十米之远。与此同时，章鱼怪利用触手抓到了一名学生。见此，两人当即挥舞着长剑将面前的触手斩下。此刻一旁的卡尔很是震惊，塞利亚身为西部的首席，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可雷欧这家伙为什么也这么强？就在这时，一只冰冻触手赫然从空中落下，而当两人抬头望去时，只见一副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他们眼前，这家伙是那时候遇到的。下一秒，女孩使出冰冻魔法朝着章鱼怪物袭去，随后只见她开口缓缓说道：“连自己都无法保护的家伙，为什么不乖乖躲在后面呢？”而卡尔意识到，强者从不关心我们是否卷入了他们的战斗。与此同时，又是几只断开的触手从天而降，原来是勒瓦林两兄妹加入了战斗。此刻，只见阿巴德朝着塞利亚喊道：“塞利亚，我们之间的竞争还没有结束呢。”而切尔西则望着雷欧露出了一抹微笑。另一边，教授正在一旁观看着众人的表现。前往卢梅尔学院的湖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怪物，这些怪物非常适合作为他们的入学仪式。果然猜的没错，首席的表现都非常不俗。东部的切恩西亚，西部的塞利亚杰尔丁格和阿巴德勒瓦林，北部的克洛耶穆勒，南部的沃雷登泰登，以及中部的杜兰莫伊拉。今年的新生都非常不错呀，不过令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不知名的新生，干净利落的剑术，他的身形轻盈到似乎早就预料到了海怪的攻击一样，要不了多久就能在骑士课中看到他了。片刻之后，众人终于抵达了学院，就连卡尔都没有想到自己居然用光了准备好的药水。与此同时，只见艾因教授缓缓开口说道：“你们以后会经常来这个湖泊的，所以还是尽快习惯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就去参加入学仪式吧。”画面一转，众人来到了学院中的厄瑞克练武场。此刻，只见教授缓缓说道：“按照各个地区站好，首席新生站在每支队伍前面。”随后，卡利安校长开始发言：“我不喜欢讲一些长篇大论的，如果你们的梦想是当英雄，那么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超越自己的极限。我们卢梅尔学院不需要做不到这些的学生。”说着，校长一击便将讲台瞬间击碎。接下来有请新生代表上台进行演讲。随后，在众人的注视下，教授宣布了新生代表的名字：雷欧普洛夫。就连他都感到非常疑惑，难道是考官推荐的吗？片刻之后，只见雷欧站在台上开始演讲起来，而众人却开始议论纷纷。新生代表居然不是首席吗？雷欧普洛夫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这种眼神和态度简直就是在挑衅我们。正当教授们以为今年的入学仪式会风平浪静时，此刻只见雷欧缓缓朝着众人高声喊道：“如果你们谁想要这个位置，那就上来抢吧！”闻此，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我来者不拒，
画面一转，众人回到了卢梅尔学院宿舍，现在开始进行1周的临时课。这段时间无论你们选择什么专业都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听自己想听的课。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要选择出3个自己最想要学习的科目。那么为了明天不迟到，今天大家就早点休息吧。没想到雷欧你居然就住在我的隔壁啊！在与卡尔相互道别之后，此刻雷欧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只见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不知道卢梅尔学院中的档案馆里有没有关于我的英雄记录。男孩只是使出了最简单的气步，却让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他明明还没学会气步，却在一瞬间超越了速度最快的杜兰，这真是可怕的应用能力啊！可只有塞利亚深知，那根本就不是气步，而是传说中的凤凰步。就在雷欧进入学院之后，此刻他正和卡尔一起用餐，而在这时，杜兰一把将餐具摔在桌上，新生代表，你昨天在演讲时说的话是认真的吗？当然，不过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吧？我是中部首席，你居然不认识我？对此，雷欧选择将其无视。随后，只见杜兰缓缓凝聚魔力，下一秒，只见他一脚便将餐桌瞬间踢翻在地。见此，雷欧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跃向空中接住所有食物。不到片刻，他便组装出了一个双倍肉饼汉堡。不能浪费珍贵的食物。闻此，杜兰当即勃然大怒，我现在就从那个位置把你拉下来。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他们身后，让我看看，一个是中部首席，一个是新生代表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敢在卢梅尔学院打架了？这意味着你们已经做好觉悟了吧？画面一转，此刻正是骑士临时课的上课时间，而一旁的学生很是好奇，那个教授已经到上课时间了，为什么不见雷欧呢？就在这时，雷欧和杜兰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众人眼前。见此，塞利亚很是疑惑，雷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什么，就是一点小事。片刻之后，艾因教授开始进行上课。我是负责1年级骑士课的艾因·艾朗杜。大家都知道，玛纳诞生了3种力量，魔力、灵力和气，其中气是最难控制的存在。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此刻，塞利亚缓缓解释道：因为气在变换的过程中失去了玛纳的流动性。回答正确，魔力和灵力是使用自然形态的玛纳，而气是把玛纳吸收进身体后进行加工。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如何使用气场的呢？不是只要想使用时就会出现吗？就在这时，只见雷欧缓缓解释道：我们是通过燃烧玛纳的方式来使用气场的。回答正确。那你知道燃烧玛纳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体力。闻此，艾因有些震惊。雷欧，你的回答真让人惊讶，难道你特别了解过气场的知识吗？对此，雷欧表示并没有。没学过居然能够看穿气场的本质吗？那么理论课就到此结束吧，接下来就先活动下身体吧。下一秒，只见艾因忽然悬浮在空中，这是气步，其中的原理是将气场力量集中在双腿之上，而气场的应用是无穷无尽的。画面一转，此刻众人正尝试着气场的不同用法，而塞利亚则一下子就学会了气步。怎么样，要不要我教教你？但雷欧却对此表示拒绝，因为气场的应用原理都差不多。就在这时，只见艾因忽然朝着众人喊道：大家都知道今早发生了一点混乱，杜兰和雷欧请上前一步。而他很是好奇，杜兰是什么事情让你那么生气？我并没有生气。接下来2位请站在跑道上。随后只见艾因朝着众人喊道：中部首席杜兰和新生代表雷欧赌上年级代表的位置，进行1比1跑步比赛。这次比赛中你们可以使用气场。闻此，杜兰当即感到无比震惊。片刻之后，卡尔邀请众人一起下注，拥有英雄血统黄金莫伊拉公国的天才闪电气场的达人杜兰对战边境黑马，打败了首席成为年级代表的雷欧。此刻只见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从他和塞利亚的对话来看，他连气步都不会，总部地区的首席可不是谁都能当上的，也许他的实力真的很强也说不定。这时艾因缓缓开口说道：无论谁输谁赢都要接受比赛结果，这才是骑士道精神，先进入终点的人获胜。而塞利亚深知雷欧根本没有胜算，但是这家伙总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伴随着艾因一声令下，下一秒双方便迅速朝着前方跑去，而杜兰依靠气步瞬间领先了雷欧不少距离。反观雷欧，他连气步都无法使用出来。见此，在场众人纷纷开始嘲笑起他来，就这点实力，他是怎么当上新生代表的呢？而切尔西却破天荒给雷欧喊起了加油。与此同时，正当杜兰即将接近终点时，此刻只见雷欧瞬间刹停了脚步，紧接着便朝着观众席上跑去。见此，塞利亚很是震惊，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下一秒，雷欧将气场凝聚于双腿之上，紧接着迅速朝着观众席高处跑去。在确认好距离之后，此刻只见雷欧双腿猛然发力，伴随着一声巨响传来，雷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前方飞去。我先走一步了，磨蹭的家伙。随后只见雷欧平稳落在了地上。至此，在杜兰一脸震惊的目光中，雷欧抵达了终点。召唤天才都无法驯服的高级施救，却在雷欧手中表现得无比顺从，就连召唤学教授都对此啧啧称奇。他也不像是能够养得起施救的贵族家族，难道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吗？看起来我们找到了一颗隐藏的宝石。就在雷欧赢下比赛之后，此刻众人皆感到无比震惊。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杜兰是1年级中最快的，没想到雷欧居然赢了。可他不是没有学会气步吗？而只有塞利亚深知，刚才那可是凤凰步。与此同时，
站在一旁观看的艾因教授陷入了沉思。杜兰用自己最擅长的闪电气场提高了速度，虽然早有预料，但他的速度却远远超出了想象。雷欧的速度虽然不如杜兰，但他对于气场的运用更胜一筹，把自己的火焰气场集中在脚尖做出一次的气步，真是可怕的能力啊！此刻只见雷欧朝着杜兰缓缓说道：“这是一场不错的比赛，如果是长跑比赛的话，结果就不一样了。”但杜兰似乎并不接受他的好意，而一旁的艾因很是开心，这一期的学生当中，说不定真能培养出一名英雄。与此同时，切尔西也表现得非常开心，哥哥真是太厉害了，我也想和哥哥一起练习。正当卡尔准备邀请雷欧等人一起喝茶时，此刻雷欧却当场表示拒绝，我要去听召唤学的课程，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这里。而他们很是好奇，骑士系的学生为什么要听召唤课呢？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画面一转，此刻雷欧陷入了沉思，还剩下一个没有解开的疑惑：为什么我得到的是精灵王的誓约呢？英雄世界的奖励一般和世界的主人力量有关，我得到的奖励是召唤能力，可阿尔比是魔法师，跟召唤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我应该得到和魔法相关的能力才对。而且想要与精灵签订合约，就要去飞行乐园，虽然现在还用不上。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喊住了他：“你也是来听召唤课的吗？见到你很开心，雷欧，我是东部首席切恩西亚。”在互相介绍之后，两人便开始寒暄起来。你不是骑士系的学生吗？没想到你还对召唤学感兴趣吗？当然，我想学习召唤术。与此同时，只见切恩召唤出水之精灵，你和哪只精灵签订了契约呢？我目前还没有与精灵签订契约，以后需要帮忙的话，随时可以叫我。而雷欧很是好奇，你现在是多少岁啊？我已经17岁了，我记得你好像是15岁吧？17岁吗？怎么看上去比切尔西还要小的样子？与此同时，只见切恩再次开口说道：“你和杜兰的比赛真令人印象深刻，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向你发出挑战的，当然，随时都行。”画面一转，此刻众人在等待着教授的到来，怎么就只有几个人呢？没办法，毕竟召唤课不太受欢迎。说话期间，只见一只巨大的黑飞龙缓缓降临在众人眼前。1年级的新生们，见到你们我很开心，我叫尤拉马宁，是负责你们召唤学的教授。而雷欧心想，他和露娜以及里希奈斯相比完全是不一样的美女，如果德维诺在这的话，肯定会乱成一团的。此刻只见尤拉缓缓开口说道：“在场所有人都应该有召唤师的才能吧？那么接下来马上前往实习场所，卡洛负责召唤施救。”两人一组骑上施救。而在这时，其中一名学生很是疑惑：“我们第一次骑施救不会出问题吗？你的意思是不想上课吗？连这都做不到的话，就赶紧离开这里。”随后雷欧和切恩组成了一组。片刻之后，众人正朝着目的地赶去，而切恩很是开心，没想到施救居然这么温顺。但雷欧却提醒着他小心一点，毕竟第一次做施救的人是很难进行操控的。他这么温顺，是因为他一直在看教授脸色。伴随着教授将口哨吹响，下一秒，施救突然间变得狂暴起来，连施救都控制不了，还算是卢梅尔的学生吗？你们就好好学控制吧。此刻只见施救正陷入了狂暴状态，而在这时，雷欧却缓缓解释道：“你想用力量驯服他，只会让他变得更加生气。”随后雷欧接过切恩手中的缰绳，看好了，就像这样。见此，就连尤拉都对雷欧刮目相看。我记得他不是选择了骑士系吗？难道他家里养了施救吗？为什么骑得这么好？而卡洛则对此表示，他的家庭并不像是能养得起施救的样子，所以这就是纯粹的天赋，对吧？看起来我们拥有了一颗隐藏的宝石。男孩在召唤仪式上契约了一只小鸡仔，所有人都嘲笑他契约了一只垃圾召唤兽，可尤拉教授却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那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小鸡仔，而是传说中3大幻兽之一的凤凰。就在雷欧驾驭施救之后，此刻众人很快便来到了幻兽之岛，而在这时，他注意到了树上的橘子，当他摘下橘子的那一刻，一根羽毛掉落在他手上，随后他便将橘子喂给了施救。片刻之后，尤拉宣布接下来将进行考试，而一旁的学生很是疑惑，临时课也要考试吗？当然，毕竟召唤和其他2个专业比起来，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呢。召唤不仅仅需要玛纳感应力，为了能和精灵签约需要精灵亲和力，为了操控幻兽需要驯服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召唤英雄比其他2个职业少的原因。如果你成为了召唤英雄的话，那么你能创下比其他2种职业更伟大的成就。就在这时，一位少女缓缓开口说道：“老师，你要考验我们什么呢？”说话的此人正是北部召唤师英雄世家赫尔金家族伊丽莎白·赫尔金。此刻尤拉对此做出回应：幻兽对召唤师来说是武器，我要考验你们的驯服能力。考试内容非常简单，从森林里驯服一只幻兽带过来，如果成功与幻兽签下契约，那么这只幻兽就属于你们了。闻此，众人纷纷开始朝着森林深处跑去。与此同时，伊丽莎白朝着雷欧缓缓说道：“新生代表，听说你打败了杜兰，我很期待你在召唤学课上的表现，当然，我会尽最大努力的。”而尤拉望着这些新生不禁偷偷窃喜，看来这些家伙将成为1年级的主力啊。画面一转，雷欧来到了森林最深处，随后他掏出了怀中的那根羽毛，下一秒，只见雷欧瞬间被一股火焰包围，紧接着羽毛便被燃烧得一干二净。果然，这东西是他的。另一边，蕾娜正为雷欧感到担心，毕竟是入学的第一天。与此同时，雷欧面前忽然燃起一股凶猛的火焰，雷欧应该不会有事的，这种温度是3大幻兽之一的凤凰。下一秒，只听一道声音响起：“你是杰尔丁格家族的孩子吗？你身上有蕾娜火焰的气味，你认识我的母亲吗？”当然，
蕾娜可是我的恩人。皮丽娜，三大幻兽之一的凤凰。随后两人互相介绍了自己，而雷欧很是好奇，为什么说我母亲是你的恩人呢？因为蕾娜是我的誓约者，艾伦·隆德亚的恩人，英雄艾伦。当时他在塞伦副本做任务，他不仅失去了所有同伴，并且身负重伤。那时候是你的母亲救了他，在这个过程中，蕾娜失去了她的火种。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估计蕾娜应该也成为英雄了吧。而在这时，雷欧缓缓开口说道：“母亲说过，她从不感到后悔。不过为什么你会出现在卢梅尔呢？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可是你不是骑士系的学生吗？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因为我正在上召唤临时课。”闻此，皮丽娜当即神色一紧，真是有趣啊，雷欧，这就是命运吗？我终于能偿还你母亲的恩情了。随后，他将一颗凤凰蛋交给了雷欧，他是我的孩子，希望终有一天你能用召唤师的才能和他签下契约。虽然有些对不起预定他的签约者，现在也可以进行签约吗？没有丝毫犹豫，雷欧当即便将魔力注入蛋内。你这毫不犹豫进行挑战的样子，简直跟蕾娜一模一样啊！画面一转，在雷欧的内心世界中，此刻一股火焰正悬浮在空中，而当雷欧进行触碰时，火焰却开始凶猛地燃烧起来。该死，这种温度简直无法呼吸！这就是凤凰的火焰吗？燃烧自己的身体，释放强大的火力，代价就是每天都要承受这种痛苦。这就是凤凰的一生吗？我愿意和你一起承担痛苦。下一秒，凤凰蛋猛然间碎裂开来，紧接着将周围的火焰瞬间吸收。看起来我成功了呢。而皮丽娜很是震惊，雷欧，你可真是个天才啊！你一定会成为史上最强的召唤师。祝贺你契约成功。这孩子叫做菲奥拉，我的孩子就拜托你了。可是这真的是凤凰吗？怎么看都是小鸡仔啊。另一边，此刻教授正在检查众人的考试情况。就在这时，一旁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切恩驯服了蓝熊幼崽，索多克劳乌驯服了连召唤师都难以驯服的高级幻兽。闻此，他当即表示，目前还没有契约成功。与此同时，伊丽莎白骑着一只白色巨蟒出现在众人眼前。这孩子是我们家没有的幻兽，于是我便趁着这次机会签下了契约。就在这时，卡洛宣布考试时间结束，刚好最后一位学生过来了。下一秒，雷欧头顶着一只小鸡仔出现在众人眼前。见此，大家当即开始哈哈大笑起来。那是一只小鸡仔吗？这家伙该不会是在召唤学上遇到难题了吧？而尤拉教授却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什么小鸡仔？那可是一只凤凰。男孩只是解开了魔法考试中的最后一题，却让魔法科教授感到无比震惊。这还是他成为教授以来首次遇到这种家伙。如果他不是侥幸解开的话，那么这家伙应该已经建立了自己专属的魔法体系。就在雷欧与凤凰签下契约之后，画面一转，雷欧受邀来到尤拉办公室里。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雷欧，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凤凰幼崽，我甚至不知道幻兽岛上居然有凤凰。和凤凰签下契约的卢梅尔1年级新生，自学院创建以后，你还是第一个。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了，你是召唤师中的天才，史无前例的天才。不过你和凤凰签订契约的事暂时还是保密吧，否则会引起巨大的麻烦。临时课结束那天，你一定要选择召唤作为主修课程，那样你将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召唤师英雄。”画面一转，雷欧和卡尔来到卢梅尔魔法教学楼，没想到却遇到了克洛耶。于是雷欧便向他打起了招呼，随后将学生证还给了他。而他忽然想起，上次撞到的人似乎就是雷欧。紧接着他便向雷欧表达了感谢。不过你还对魔法感兴趣吗？因为是临时课，所以我都想听听看各种课程。就在这时，卡尔忽然朝着雷欧说道：“冰之女帝盯上了魔法系首席的位置，她的名字叫做克洛耶穆勒。”随后便找了个借口想要远离他。可下一秒，一个巨大的冰块拦住了他的去路。此刻只见克洛耶开口说道：“卡尔，你跟我坐在最前面吧，你想认真听课的话，我会帮你的。”与此同时，身后的勒瓦林两兄妹也向雷欧打起了招呼。此刻只见教室大门缓缓打开，各位参加魔法课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负责1年级魔法课的教授雷恩霍尔斯。随后他拍了拍桌上的试卷，紧接着打下一记响指。下一秒，只见所有试卷便移动到了同学们桌上。在上临时课之前，先考魔法理论知识，不达标的学生以后都不能上我的课。说着，只见他使用魔法召唤出一个沙漏。作为卢梅尔的学生，这是最基本的考试。做完的试卷交给一旁的安娜助教。而在这时，雷欧望着眼前的试卷感到非常无奈，怎么现代魔法的公式会这么复杂呢？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学生都做完了试卷，不过他们都剩下最后一题没有解答，而雷欧却恰恰相反，因为他只做了最后一道题。早知道就多学一点现代魔法公式了，看起来这次是不及格了，要不魔法还是自学吧。随后他便转身离开了教室。片刻之后，雷恩的声音再次响起，在过去100多年里，魔法公式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本来靠理解才能使用的术式，现在只要记住发动条件就能使用，但这种发展却导致了魔法师的退化。下一秒，只见雷恩缓缓凝聚魔力，紧接着一股耀眼的光芒直冲云霄，最后形成了一个光彩夺目的魔法。这是我创造的魔法精髓，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创的术式，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研究出属于自己术式的魔法师，而这便是这次考试的目的。49道题目靠记忆就能获得分数，以及最后一题分析魔法的本质。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解决最后一题的大魔法师。闻此，切尔西瞬间恍然大悟，怪不得只有这道题解不开。雷欧哥哥已经放弃了吗？真是可惜了，我还想在魔法课跟他一起沟通呢。
就在这时，一旁的助教朝着雷恩缓缓说道：“教授，有个学生解开了最后一道题目。”闻此，他当即欣喜若狂，这还是我成为教授以来出现的第一个满分。站起来，让我看看到底是谁。可随后助教的一句话却让他呆愣在了原地。他除了解开了最后一道题，其余都是空白的。他叫做雷欧普洛夫。正当雷恩示意雷欧站起来时，此刻切尔西缓缓开口说道：“雷欧同学刚才已经离开教室了。”闻此，他当即勃然大怒。与此同时，雷欧将考试仪式告诉了塞利亚。所以你只做出了最后一道题吗？召唤课先是驯服了一只小鸡仔，然后魔法课只解开了一道题。雷欧真有你的，要不你还是专心练习剑术吧。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他身后。所以你就是雷欧对吗？男孩同时向3个专业提出了申请，却让3大学院教授感到无比震惊。学生应该选择一个专业主攻才对，这还是建校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而这让校长想起了那位虚构的英雄凯尔，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全部才能的大英雄。就在雷恩找到雷欧之后，此刻他很是不满：“你为什么没有解完考题就出去了？你是看不起我吗？”而雷欧则对此表示：“教授，你好像误会我了，我以为这次考试一定落选了。除开最后一道题外，其他题目我都不会，因为我用家里放了很久的魔导书自学了魔法，所以对现代的魔法术是一窍不通。”闻此，雷恩教授当即表现得无比高兴，也许他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天才。接下来你先跟我去个地方。画面一转，此刻只见雷恩指着黑板上的题目说道：“雷欧同学，请你解开这些题目。”而他深知，如果他不是侥幸解开那道题的话，那么他一定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魔法体系。就让我好好看看吧，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天才。不到片刻，雷欧便解开了黑板上所有题目。见此，雷恩教授当即感到无比震惊：“怎么会这么快？难道你会心算吗？不管怎样，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天才。”画面一转，此刻雷恩正抱着阿尔比的左腿。前辈真是太感谢你了。见此，阿尔比当即使用魔法将他悬浮在空中。你今天实在是太夸张了。而他则缓缓解释道：“前辈，你推荐的年级代表雷欧普洛夫，那孩子是个魔法天才。可我记得他不是骑士系的学生吗？”闻此，雷恩当即有些不满地喊道：“那孩子必须成为魔法师，把那孩子送到骑士系简直就是对魔法的侮辱。”随后，阿尔比朝着安娜示意：“快把那家伙带回去上课。”就在这时，雷欧缓缓出现在阿尔比身后。见此，阿尔比则露出了一抹微笑。魔法师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是一群不讲理的家伙呀。1周过后，临时课程结束。此刻，雷欧正在楼顶翻阅着有关英雄凯尔的书籍。另一边，3位教授急匆匆找到了校长，因为雷欧同时申请学习3个专业，这可是建校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看着3位教授争吵的模样，此刻校长想起了那个虚构的英雄，第5位英雄，被称为起始英雄的凯尔，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全部才能的大英雄。画面一转，此刻塞利亚和切尔西正在进行跑步训练，而卡尔很是疑惑，他们为什么周末都还在训练呢，并且还一直都在跑步？那是因为体力是最重要的。此刻切尔西缓缓解释道：“对于战斗魔法师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体力，所以他通过跑步来提升自己的体力。”与此同时，卡尔好奇地问道：“雷欧，你和塞利亚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么要好？我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呢。”对此，塞利亚做出回应：“他是我姑姑的儿子，难道他也是杰尔丁格家族的人吗？”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就在这时，只见雷欧缓缓开口说道：“接下来正式开始锻炼吧。”随后，雷欧便拽着塞利亚朝着训练场的方向走去。画面一转，时间来到分班日当天，雷欧被分配到了1年级5班，刚好跟卡尔一个班级。没想到，就连切尔西也被分到了一起。而卡尔很是好奇：“你周末到底做了什么？他怎么会累成这样？”就只是做了基础锻炼而已。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1年级结束之后，你们还会剩下多少人呢？真是可怜的后辈们啊！”与此同时，另一道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比起他们，我倒是觉得你们最可怜了，不是吗？”说话的此人正是5班班主任哈林德·埃德蒙。而见到哈林德的2人，当即便装成椅子不敢动弹。随后他朝着众人缓缓说道：“这里是新人中分数最低的不及格班，你们应该都听说过我的传闻了吧？我的绰号叫做哭墙，你们一定很好奇我为什么要主动当你们的班主任。”闻此，卡尔当即说道：“会不会是为了帮助我们提高成绩呢？”卡尔不愧是班级倒数第一，你的想法太可笑了。难道没有人知道卢梅尔学院学生们的义务是什么吗？此刻只见切尔西缓缓说道：“完成实习任务以及攻略英雄世界。”没错，就是那个。不过我已经看到了你们在英雄世界的悲惨结局了，只会拖后腿的家伙还是早点退学比较好。这就是我当5班班主任的目的，同时这也是我被称为哭墙的原因。就在这时，哈林德却注意到了坐在一旁的雷欧，这家伙应该能够活下来。全校毕业导师排名第1的教授，却主动要求担任年级垫底班级的班主任。所有教授都以为他疯了，而他只是想亲眼见证雷欧是否像虚构的英雄凯尔那般只会吹牛，又或者他能够成为史上第1个全能英雄。就在哈林德注意到雷欧之后，此刻只见他朝着众人示意，大家换上运动服，然后到练武场来，该上格斗课程了。片刻之后，众人站在了练武场上。此刻只听哈林德的声音响起：“你们刚进入卢梅尔学院，这节课我要先改改你们的臭毛病。在生死攸关的实战中，你们觉得什么东西可以保住你们的性命？难道是身边可靠的同伴吗？”尼拉卡文缓缓问道。回答错误。
是自己的能力，不断磨练自己的能力，在危机时绽放光芒，这样才能帮助同伴。可是你能保证你的同伴能保护你吗？此刻只见一道人影举手示意，哈林德教授，我有自信，那就让我看看魔剑士的本事吧。先做个简单的火球吧，伊利亚娜。下一秒，伊利亚娜便在手中凝聚出了一颗火球。然而教授却对此非常不屑，你就只有这点程度吗？这种火球连路过的蚂蚁都无法击杀。闻此，伊利亚娜当即便在里面注入了更多魔力。紧接着，只见2颗硕大的火球赫然出现在众人眼前，不仅数量变成了2个，就连威力也成倍增长了。见此，教授满意的点了点头，那就用你那火球击中这家伙试试吧。下一秒，一只绿色的精灵便被召唤了出来。与此同时，只见精灵忽然飞到伊利亚娜身前，随后好好挑衅了她一下。见此，她当即勃然大怒，紧接着将手中的火球径直朝他扔去，但却被他轻松躲闪开来。此刻，只听教授的声音再次响起，一颗火球都打不中，数量再多也毫无用处。所以现在你们感觉到了吧？你们缺少应用能力，在抓住希尔弗之前，这节课是不会结束的。卢梅尔的后辈们，尽情展现出你们所有的能力吧。闻此，雷欧当即陷入了沉思。虽然他的话很难听，但他却说得很对。那么我也去参加训练吧。此刻教授却在一旁注视着雷欧，就让我好好看看你的实力吧，看看你是不是像虚构的英雄凯尔一样只会吹牛。画面一转，众人正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抓住希尔弗，但却全都被他轻松躲闪开来。就在这时，只见雷欧将气场凝聚于双腿之上，下一秒他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希尔弗奔去，也许他会成为第一个全能英雄也说不定。此刻切尔西正感到无比震惊，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与此同时，雷欧正快速朝着希尔弗接近，这时只见他猛然跃向空中，随后伸手朝着空中的希尔弗抓去，但却被他侧身躲闪开来。见此，雷欧当即便将气场凝聚于右手之上。正当希尔弗将要被雷欧的气场控住时，下一秒一道人影赫然出现在他眼前，并且瞬间抓住了希尔弗，而来者正是中部首席杜兰。就在这时，只听一道声音响起，看起来我们一班已经教你们一招了。说话的此人则是1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赛德森，是毕业班级投票排名第2的存在。此刻只见哈林德不慌不忙地说道，要不你替我上课也行。而他正是毕业班级投票排名第1的存在。与此同时，卡尔缓缓解释道，这是卢梅尔学院2大支柱的冲突吗？这2人在卢梅尔学院工作了20年以上，听说艾因尤拉以及雷恩教授都是他们的徒弟。而尼拉很是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这种事的？那当然是因为我是学院里的百事通啊。此刻只听赛德森缓缓开口说道，哈林德，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担任不及格班的班主任，但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我提议1班和5班进行对抗赛，比赛项目则是卢梅尔历史悠久的球赛巴斯特拉。闻此，哈林德当即来了兴趣，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这是实战中学习最快的方式。随后哈林德朝着众人说道，我给你们练习应用能力的机会，那就是和1班进行巴斯特拉比赛，其中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要是输了的话，那就全部退学吧。当学院最强对上年级垫底，本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比赛，可结果却让在场所有人感到无比震惊，因为雷欧仅凭一己之力就逆转了整场比赛的局势。就在哈林德说出自己的条件之后，此刻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这是认真的吗？要知道1班可是有3名首席存在啊。而教授却是漫不经心地说道，所以你们就努力超越自己的极限吧，不过你们也不用担心，毕竟我们班里可是有全能新生代表啊，选出参加巴斯特拉的6名代表吧。雷欧。闻此，雷欧当即陷入了沉思，他这是想考验我吗？从哈林德的眼神来看，他并不讨厌我，而且进入卢梅尔学院之后，这1周都能看见不少孩子垂头丧气的。教授应该是希望我能带领那些士气低落的5班同学吧。这场比赛肯定存在着能够提高5班气势的办法。画面一转，此刻1班挑选出了参赛人选，5班也挑选出了人选。不过5班的学生似乎看起来有些害怕，而雷欧很是好奇，为什么你们看起来这么害怕？此刻切尔西缓缓解释道，巴斯特拉是卢梅尔的传统比赛，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球类比赛。就在这时，只听塞利亚的声音响起，切尔西，你怎么一脸沮丧的表情呢？难不成是想要提前认输了吗？开什么玩笑，我可不会输给吉尔丁格家族。与此同时，雷欧缓缓安慰着众人，不用担心，我们绝不会输的。雷欧走着瞧，我会让你看看特训的成果。就连克洛耶也暗暗下定决心，雷欧，这次我绝不会输给你的。片刻之后，赛德森朝着众人喊道，每个班的参加者请站到比赛场上。下一秒，众人便缓缓站在了练武场上。教授5班已经准备好了。闻此，教授当即召唤出一颗篮球，随后重重地抛向空中。与此同时，雷欧和杜兰迅速使用气场跃向空中，但最终还是杜兰抢占了先机。伴随着一道闪电划过，杜兰便抢到了篮球。那么接下来1班先进攻，趁着这次机会，雷欧示意泰勒简单说明一下比赛规则。巴斯特拉的规则很简单，将气输入球里，无论是用手还是用脚，只要能进球就行，先得到11分的那方获胜。就在这时，只见杜兰缓缓凝聚气场，下一秒他将包裹着闪电的篮球径直朝着前方扔去，而目标正是雷欧。
见此，雷欧当即侧身将其躲闪开来，可没想到篮球却经过反弹掉进了5班防御点里。见此，一班学生当即热血沸腾起来，而一旁5班的学生脸色却开始难堪起来。难不成哈林德教授真的打算让我们全部退学吗？就在这时，雷欧向泰勒问出了心中的疑惑：我要如何才能得到进攻权呢？目前有3种方式，第一是球脱离对方的攻击范围，第二则是我们抓住球时。与此同时，篮球径直击中了伊利亚娜。比赛还有空闲聊吗？第三，禁止攻击或者拦住对方，就像现在这样，队员被球打中无法战斗的情况，你必须用球攻击他们。此刻，只见雷欧缓缓捡起地上的篮球，谢谢你的说明，接下来该轮到我们进攻了。随后，伊利亚娜因无法行动而退出比赛。而在这时，赛德森正陷入了沉思。在举行巴斯特拉比赛时，往往是队里拥有攻击力很强的火属性气场时占优势。杰尔丁格家族的火焰是人类当中最厉害的火焰。此刻，只见他朝着哈德林缓缓说道：“你明知道我们班里有塞利亚，你还同意比赛？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但这次你们赢不了了。”而哈德林却是不慌不忙地回应道：“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徒弟杰尔丁格家的孩子吗？当然，那可是巴斯特拉的女帝。那个女帝的儿子就在5班。”闻此，赛德森露出了一脸难以置信的神情。另一边，正当5班学生感到非常气馁时，此刻雷欧猛然间爆发出强大的魔力，随后将气注入球里，紧接着径直朝着对方的防御点扔去。见此，克洛耶当即制造了一道冰墙将其抵挡下来。雷欧，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得分。此刻，只见雷欧早已一个瞬身来到他的身前，那可不见得。男孩只是使出了最简单的幻影魔法，却让魔法天才感到无比震惊，就连赛德森教授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这是传说中的星之魔法，可人类怎么能使用精灵魔法呢？就在雷欧顺身来到克洛耶身前之后，随后他纵身跃向空中，紧接着挥出重重一拳，当场便将巨大的冰墙瞬间击碎。此刻只见篮球径直落入了对方防御点里。见此，一旁的赛德森感到有些惊讶，这家伙的战斗水平很高啊。而哈德林则是露出了一抹微笑，这样吗？看起来游戏才刚刚开始呢。片刻之后，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此刻比分已经来到了9比10。就在这时，只见杜兰将气凝聚于球上，随后径直朝着卡尔的方向扔去。见此，卡尔当即纵身跃向空中，紧接着用尽全身力量才勉强将其接下。这时卡尔缓缓开口说道：“我的玛纳已经用光了，接下来就拜托你了，雷欧。”随后卡尔在众人的搀扶下缓缓退场。如今比分已经来到了10比10，但局面似乎并不太理想，因为对方还剩下3名首席，而5班却只剩下雷欧一人。此刻只见克洛耶缓缓开口说道：“魔法理论课虽然输给了你，但这次我绝对不会再输了。”下一秒，克洛耶利用冰魔法制造出了几个冰人，而雷欧却是蹲下做好冲刺的准备。与此同时，杜兰和塞利亚当即气场全开，雷欧放马过来吧。这时只见雷欧将绿色气场凝聚于双腿，随后一个瞬身便消失在了原地。见此，在场3人当即感到无比震惊，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伴随着几道人影闪过，此刻雷欧已经带球突破了塞利亚和杜兰的防御。克洛耶这不是进攻，他是想直接进球。闻此，克洛耶当即便开启了魔力感知，可下一秒他却呆愣在了原地。就在他愣神之际，此刻雷欧早已进球得分，而克洛耶很是震惊，这是星之魔法，可是人类怎么会使用精灵的魔法呢？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响起，比赛结束，胜者是1年级5班。闻此，5班的学生当即便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终于不用退学了。而赛德森却很是好奇，退学是什么意思？算是激励他们的一些小手段吧。望着垂头丧气的3人，此刻的他很是苦恼。随后他便朝着克洛耶缓缓说道：“输掉了比赛很生气吗？比赛结束后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和对方打个招呼才行。各位为了1班的胜利，从头到尾合作的非常不错，为朋友加油的学生们，在比赛场上拼尽全力的学生们，大家都要昂首挺胸才对。”片刻之后，赛德森开始总结这次比赛，2个班级都表现得很出色，展现自己才能和力量的1班，在劣势中没有屈服，努力到最后一刻的5班，你们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成功做到了逆袭，希望大家继续往正确的方向和睦竞争。现在全员开始握手。此刻只见塞利亚缓缓开口说道：“你坚持了很久啊，我还以为你马上就会下场了呢。”而切尔西则对此表示：“彼此。”与此同时，克洛耶一副心有不甘的模样。见此，雷欧当即便伸出了右手：“克洛耶，你刚才真的很厉害，等你积累了更多实战经验，你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你在开什么玩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赢的。”随后双方友好的握了握手。画面一转，此刻卡尔向2人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们想要进入哪个社团？”而雷欧则表示：“我想自己建立个社团。”闻此，切尔西当即表示：“我要加入雷欧哥哥的社团，我要创建一个英雄研究会，我想研究被遗忘的英雄，起始英雄凯尔。”而卡尔很是好奇，凯尔不是一个虚构的英雄吗？看起来正常人应该都不会加入你的社团了。闻此，切尔西当即表示不满。就在这时，门外的动静引起了众人的注意。这时卡尔忽然想起了什么，没错，就是今天。随后他带着3人来到了窗外一探究竟。今天是5年级攻略英雄副本回归的日子，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英雄记录碎片偶尔会发生暴走，诞生出副本，那便是英雄副本。如梅尔高年级生们攻略副本回收英雄记录碎片，短则需要2周，
长则需要1个月时间。而切尔西忽然意识到，这些都是卢梅尔学院的最强者。见此，卡尔当即便向他开始解释起来。走在最前面的东部肌肉男是利扎穆亚前辈，旁边的南部女生是托鲁瓦岩前辈，兜帽衫皮肤苍白的人是乌尔塔前辈。不过似乎少了一人，站在卢梅尔学院最顶点的男人，学生会长里斯。就在卡尔思考之际，雷欧早已被人带离了这里。画面一转，此刻的雷欧很是好奇，塞利亚，你到底要带我去哪？你先和我去个地方。卢梅尔学生会会长想要见你。男孩只是引起了碎片的反应，却让学生会最强者感到无比震惊，就连卡利安校长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要知道，这么小的碎片是只有英雄本人在场时才会发生反应，难不成？就在塞利亚表明来意之后，此刻雷欧跟他来到了一处地方，而在这时，只见塞利亚一把抱住眼前的男人。好久不见了，哥哥。此刻只见李斯缓缓开口说道：“雷欧，见到你很高兴，你的传闻我已经听说过了。听说你选择同时学习3个专业，我叫李斯杰尔丁格，骑士系学生，是卢梅尔学生会会长。”随后李斯便带两人体验了一下当地美食，没想到这料理意外的好吃呢。当你来到卢梅尔时，我就一直想带来这里了。片刻之后，李斯开始与雷欧闲聊起来。听说你是姑姑的儿子，我小时候见过他几次。我的母亲嘛，姑姑在学生时期非常有名，她还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比如说宿舍食堂的甜点太糟糕，然后带着学生跑到校长室大闹一番。而塞利亚很是惊讶，那个著名事件的主人公居然就是姑姑。就在这时，雷欧却望着眼前的李斯陷入了沉思。不愧是被称为卢梅尔的最强者，他想成为英雄应该是迟早的事。片刻之后，李斯正打算结账离开这里，却发现怀中的英雄记录碎片突然散发出阵阵光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突然？画面一转，此刻哈林德正在教室里上自习课，而伊利亚娜却提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我们班还没有挑选出班长？听说别的班级已经选出来了。闻此，哈林德有些懒散地说道：“没错，我差点就忘记这件事了。”随后便指定雷欧为5班班长，可伊利亚娜却对此表示不满。然而下一秒，哈林德却拿出了一堆报告：“班长，把这些名单进行分类。”见此，伊利亚娜当即便失去竞选班长的热情。就在这时，一阵广播响起，马上开始英雄研究联合课，请1年级的所有学生移动到大讲堂。伴随着哈林德教授响指一打，随后他便示意众人前往大讲堂。画面一转，雷欧等人在路上遇到了克洛耶，不过看起来他的状态并不太好。随后他便让卡尔给他几瓶恢复药水，目前就只剩下2瓶了。不过这才开学，你没必要那么拼吧。在喝下恢复药水之后，此刻克洛耶终于恢复了精神，这家伙可真是厉害啊！他是魔法理论课排名第1的存在，而切尔西深知克洛耶会着急是正常的，毕竟出现了像雷欧哥哥这样有竞争力的对手。一旦雷欧哥哥了解了现代魔法，那么他的魔法理论肯定会被追上的。再者，他可是魔塔的魔法师，不像我这种战斗魔法师，理论学得不好也没事，但魔法塔是专门研究探索魔法的地方，这可是关系着他强大的自尊心。不过你真的是魔法师吗？怎么你一点都不关心这些？当然，不过我的魔法都是用来讨生活的。另一边，此刻校长表现得有些惊讶，破损的英雄记录有反应了吗？你说这块英雄碎片有了反应是真的吗？当然，不过按理来说，这种程度的碎片应该不会有任何反应才对，并且还是在周围没有出现任何遗物的情况下。此刻校长提出了心中的疑惑，在那之后还有什么反应吗？李斯对此表示并没有。闻此，校长当即陷入了沉思，看起来有必要调查一下了。随后他示意李斯先回去休息，紧接着把埃雷娜叫了进来，把这个拿到开始之馆的大讲堂上。1年级的学生马上就要在那上课了。而在这时，校长忽然意识到，这么小的碎片只有在英雄本人在场时才会有反应，难不成？画面一转，此刻在卢梅尔学院大讲堂内，阿蒂安尼耶尔教授正示意大家安静下来，但似乎学生们并不把他的话放在眼里。下一秒，只见阿蒂安缓缓凝聚魔力，大家如果不想死的话，就给我安静下来。不到片刻，整个大讲堂便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此刻只见他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安静下来了。谢谢大家合作，我们的教授无论什么时候看都好可怕呀。而一旁的雷欧却陷入了沉思，居然是降临术士吗？这在前世也是很少见的存在。此刻只见阿蒂安缓缓开口说道，接下来将开展联合英雄研究课程。英雄记录出现是导致英雄世家诞生的原因，为了打开英雄的世界，我们需要与该英雄相关的物品，所以英雄的后代比普通人更容易接触到英雄的世界。同时这也是保管着英雄记录的卢梅尔学院和英雄世家之间关系亲密的原因。闻此，雷欧当即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英雄研究学是学习攻略英雄世界的线索，以及奇闻异事的重要文学。等各位成为高年级学生之后，选择要继承的英雄并攻略该英雄的内容。与此同时，埃雷娜递给了阿蒂安一个盒子，各位，接下来要展示的是卢梅尔5年级攻略队回收的英雄记录。男孩第一次触摸英雄记录碎片，可展现的却是已故队友留下的画面。里希奈斯，真的是你吗？这难道是有关于我的记录吗？就在阿蒂安即将展示回收的英雄记录时，此刻他朝着众人缓缓问道，大家能否说一下自己成为英雄之后想做什么？闻此，塞利亚当即表示，我想成为超越家族先人的骑士。克洛耶则想自创一本魔导书，卡尔则想要帮助英雄们。就在这时，只见雷欧站起身来缓缓说道，我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厄瑞波斯。闻此，在场众人皆感到无比震惊。
就连一旁的教授都表现得非常惊讶。当然，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不过是在说大话而已，可哈林德却持有不同的看法。那小子不像是会说大话的家伙。厄瑞波斯分成碎片被封印后，经过了数千年，在这期间曾经复活过几次。那时一个碎片的复活都能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他的梦想居然是彻底消灭厄瑞波斯吗？与此同时，阿蒂安缓缓开口说道：“接下来每个班级推测一下这是哪位英雄的碎片，并制定出攻略英雄世界的作战计划。为了以防万一，每个班的班主任会在一旁进行观看。”随后他便向大家示意，请个班长作为代表出列。不到片刻，众人便站在了舞台之上。这次一共回收了2个英雄记录，不过我们这节课只使用其中一个，另一块是很小的碎片，这也是有些英雄记录碎片的样子。与此同时，雷欧不自觉地将手伸向了小碎片，下一秒，一道金色光芒亮起，紧接着几道窗口提示响起，打开英雄记录，某某的世界，章节不详。这时只见赛德森教授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碎片居然暴走了吗？等到众人回过神时，却发现他们已经被传送进了英雄世界。见此，哈林德教授当即下令大家保持警惕，这里可是英雄世界。而赛德森却在这时注意到了一旁的城堡，灾难时代最后的防御线，最后的城市，加登斯伦的墙壁。就在这时，雷欧脑海中一道声音响起：“没错，凯尔，我没有实现的愿望是一个悲壮的愿望。”紧接着，一道身影缓缓出现在众人眼前，但我们会拯救世界的。此刻，雷欧望着眼前的一切，陷入了沉思。居然是里希奈斯吗？下一秒，里希奈斯露出了一抹微笑，随后便消失在了原地。紧接着，众人便被传送回了大讲堂。见此，哈林德当即示意大家迅速离开这里，而雷欧却望着手中的碎片，陷入了沉思。这是凯尔的碎片，有关于我的记录。这时，哈林德也在一旁注视着雷欧。画面一转，雷欧将自己看到智慧之王里希奈斯一事告知了众人。真是太可惜了，我没能当上班长。正当众人开始打闹时，此刻只见哈林德冷声说道：“自学还是退学，你们自己选。”随后便转身离去。而此刻的雷欧正在思考，为什么只有我的记录是坏的，甚至都看不出是谁的世界，就好像有人故意摧毁了我的英雄记录一般。英雄记录是可以继承英雄力量的物品，不希望新英雄诞生的家伙就只有厄瑞波斯了。算了，还是先从英雄记录被分成好几片开始调查吧。画面一转，时间来到1个月之后，此刻只见雷恩缓缓说道：“原创魔法其实就是专属魔法，这就是各位期中考试实际技能考核的内容。原创魔法能清晰表现出魔法师的性格。虽然现在发动术士成为主流，魔法师们不再追求原创，但原创魔法将会成为未来遇到危机时保护自己的王牌。每个精灵都能学会星之魔法，但那不过是原创魔法的简化版。历史上真正使用过星之魔法的只有一人，那就是星之魔法的创始人星云始祖露娜。”闻此，克洛耶不自觉地看向了雷欧，毕竟他先前使用的就是星之魔法。而在这时，雷欧注意到了克洛耶身旁的书籍，那是一本魔导书吗？片刻之后，结束完课程的雷欧找到了克洛耶，他本想借着吃饭的名义问一问他有关那本魔导书的事情，但克洛耶却拒绝了他。而他还表示，这次实际技能考核我一定要赢你，我在技术上已经输给了雷欧，所以在原创魔法上我一定要赢。如果我拒绝你的话，应该会很失礼吧？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做足准备吧。片刻之后，雷欧来到了英雄之塔，卢梅尔一定有被视为禁忌的图书馆，在那里说不定能找到有关我的英雄记录。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喊住了他，而他是魔法系5年级学生托鲁瓦言。我经常听雷恩教授提起过你，不过1年级的你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对此，雷欧当即表示，我是来见学生会会长的。此刻只见托鲁瓦缓缓开口说道：“如果你来魔法系的话，我就让你过去。我已经有在上魔法课了。雷欧，我希望这学期结束之前，你会选择魔法作为专业课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此，雷欧只是露出了一抹微笑。片刻之后，雷欧按下了电梯按钮，但却没有任何反应。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只有注入玛纳电梯才会运转。”雷欧普洛夫，你好，我叫利扎穆亚，卢梅尔骑士系5年级学生。看来你就是传闻中的1年级全能代表吧？男孩只是展现了最基础的火焰气场，却让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就连学院2大天才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雷欧，你的火焰气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就在利扎穆亚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此刻雷欧向他打起了招呼，而他很是好奇，你为什么会来到英雄塔呢？对此，雷欧当即表示，我是来找学生会会长的。有点意思，一个新生居然不会怕我，而且还敢独自一人来到学生会长室，真是勇气可嘉呀。我认为你应该考虑加入骑士系，不是吗？对此，雷欧很是无语。画面一转，雷欧来到了学生会长室内，而会长很是好奇，雷欧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此刻只见他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想进入竞技书库。闻此，会长当即神色一紧，雷欧，我知道你从不开玩笑，但普通学生想要进入竞技书库只有2种办法。第一，通关英雄副本，副本通关者要亲手把回收的页面放进英雄记录里。第二个办法，就等你加入学生会之后再告诉你。画面一转，时间很快便来到骑士系实际技术考试当天，而卡尔则想着趁机卖点爆米花。见此，伊利亚娜当即表示，这才像卡尔，就算他没有考上卢梅尔，也一定能过得很好。另一边，雷欧注意到克洛耶似乎并未到场，随后只见一旁的艾因教授缓缓开口说道，接下来是第一次对练，一般哈沃尔斯奈普，
对战5班雷欧普洛夫。与此同时，卡尔注意到站在一旁的赛德森教授，于是便向他推荐了爆米花和饮料套餐。闻此，他当即表示拒绝。你觉得我会买这些东西吗？下一秒，只见卡尔一个眼神过去，紧接着塞利亚便朝着赛德森教授开始卖萌。教授，你就请我们吃一份爆米花吧。随后在众人的簇拥下，最终教授答应给每人发一份爆米花套餐。片刻之后，两人站在了比赛场上，真是走运啊！没想到居然会是第一个上场。而哈乌尔却一脸不屑地说道：“看起来你没把我放在眼里啊。”卢梅尔通过考试的条件是获得5次对练的胜利。与此同时，一旁的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年级代表的实战实力如何呢？雷欧专攻3个科目，和那些只上一个专业课程的人肯定是有差距的吧？哈乌尔是一班中除了塞利亚和杜兰后排名第3的家伙。雷欧，你不过就是个狂妄之徒罢了。此刻，只见教授朝着两人示意，把对方打趴下的那个人获胜，当成这是一场实战，请认真对待。就在这时，雷欧察觉出了一丝异样，不远处的宿舍里散发着一股不祥的气息。另一边，此刻克洛耶正在宿舍钻研魔法，而他接连写了好几个魔法公式都不太满意。不行，靠我的能力根本无法创造出专属魔法，这次的实际操作考试，我绝对不能输给他。这时，强大的胜负欲驱使着他看向一旁，只要有了这个，我一定能赢。下一秒，他便受到了魔导书的影响。与此同时，雷欧望着这股气息陷入了沉思，而哈乌尔则挥舞着长枪朝他攻去。见此，雷欧当即侧身将其躲闪开来。可下一秒，长枪上的气场瞬间变化成一只巨蛇，径直朝着雷欧袭去。没有丝毫犹豫，雷欧当即便出手握住了长枪。见此，哈乌尔很是震惊，该死，他的力气怎么会这么大？伴随着雷欧猛然发力，下一秒，哈乌尔便被拉到了雷欧身前。紧接着，雷欧猛然间挥出重重一拳，当场便将其击飞数十米之远。你是说我大意了吗？与此同时，只见哈乌尔凝聚魔力使出一招毒物。你别得意的太早，游戏才刚刚开始呢。而他认为雷欧不擅长使用气场，所以就算他力气再大，也无法解决本质上的弱点。此刻，只见雷欧缓缓开口说道：“毒物吗？真是特别啊！”下一秒，一股火焰气场瞬间围绕在他四周。如果没有塞利亚那种级别的火焰，是根本无法驱赶我的毒物的。此刻，雷欧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前，看起来你好像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啊。见此，在场众人全都感到无比震惊，一旁的杜兰也皱起了眉头，就连塞利亚都觉得难以置信。雷欧，你的火焰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少女只是展现了最基础的火焰气场，却让全场众人感到无比震惊，就连雷欧都忍不住对她夸赞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速度比不上杜兰，于是便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火焰气场。从现在起，杜兰的行动都将被限制在火焰气场里。就在雷欧展现了自己的气场之后，此刻哈乌尔很是震惊，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和塞利亚同等级别的气场，选择所有专业课程的家伙，居然拥有这种实力吗？但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本来这个是为了打败塞利亚准备的，没想到会用到你的身上。下一秒，他猛然间使出一招毒蛇监狱，随后只见毒蛇瞬间便将雷欧牢牢捆住。怎么样，塞利亚？这可是我为了对付你的气场而准备的技巧。此刻，塞利亚缓缓伸出手指指向面前，只见毒蛇监狱正在不断被雷欧的火焰灼烧。不到片刻，雷欧便挣脱了束缚。见此，哈乌尔很是震惊。正当他准备朝着雷欧再次发起进攻时，下一秒，雷欧瞬间打出一记拔刀斩，将他手中的武器打飞出去。此刻，只见雷欧缓缓开口说道：“在我的火焰熄灭之前，你都不应该放松警惕的。”随后，一旁的教授宣布对决结果，胜者雷欧普洛夫。闻此，切尔西很是兴奋，真不愧是雷欧哥哥。而一旁的哈乌尔却陷入了沉思，没想到他实战中的水平会这么高，怪不得他总是和塞利亚待在一起。就在这时，只听塞利亚的声音响起：“干得不错，哈乌尔。”闻此，他当即小脸一红：“是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此刻，教授的声音再次响起：“下一个，5班的伊利亚娜对战10班的切恩。”闻此，伊利亚娜当即感到无比震惊，怎么偏偏是这家伙呢？随后，两人互相打起了招呼。那么接下来就请多多关照了。下一秒，只见切恩周围瞬间被水属性气场包裹，而伊利亚娜也不甘示弱地使出了火焰气场。随后，只见他猛然朝着切恩发起了进攻。见此，一旁的雷欧很是惊讶，这应该会很痛吧？紧接着，只见伊利亚娜狠狠撞在了切恩的气场防御上，随后当场便被震飞数十米之远。本场对决胜者切恩。果然，我对上你真的毫无胜算。而一旁的雷欧则缓缓说道：“虽然气场属性上他克制你，但如果你能沉着应对的话就好了。真是可惜了。”下一个，一班塞利亚对战一班杜兰，而塞利亚很是兴奋，没想到对手居然是你，接下来的对决一定会很有趣的。就连雷欧都对此表现得很是期待。下一秒，双方相互爆发出无比强大的气场，就让我们看看谁才是一班里最强的一个吧。闻此，在场众人皆感到无比震惊。下一秒，杜兰运用闪电气场迅速朝着塞利亚发起了进攻，但却被他轻松抵挡下来。见此，一旁的学生很是震惊，这就是天才之间的战斗吗？此刻，卡尔有些好奇地问道：“雷欧，你觉得谁会赢得这场对决呢？”看起来塞利亚很快就要输了，不过从他的眼睛来看，他似乎隐藏了一张可以逆转结果的王牌。与此同时，只见杜兰将气场凝聚于双腿，随后快速朝着塞利亚靠近。下一秒，杜兰挥舞着长剑向塞利亚发起了进攻。见此，塞利亚当即抬剑进行抵挡，
随后只见他高举着长剑，将火焰气场凝聚于长剑之上，紧接着一股无比强大的火焰气场便将两人瞬间包裹。见此，在场众人皆感到无比震惊，就连雷欧都忍不住夸赞起他来。干得不错，赛利亚！赛利亚意识到自己在速度方面比不上杜兰，于是他将杜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从现在开始，杜兰的行动都将被限制在火焰气场里。而此刻的杜兰已经意识到了情况不对，这家伙本来就已经够厉害了，但现在看来，他似乎变得更强了。就在杜兰愣神之际，此刻赛利亚早已顺身来到他的身后，随后朝他猛然间挥出一剑。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杜兰迅速对此做出了反应。正当他想着对赛利亚发起进攻时，下一秒，赛利亚却是猛然间抓住了他的武器，随后使出一记头锤进攻，当场便将他敲晕了过去。至此，两人之间的对决结束。胜者赛利亚·杰尔丁格。此刻，只见赛利亚缓缓开口说道：“要不你也试试发展下力量如何？”随后，赛利亚伸手将他扶了起来。与此同时，只见雷欧缓缓说道：“看起来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啊，赛利亚。”而在这时，只听哈林德教授的声音响起：“所以赛利亚真的赢了，班长，你的解释我听得非常清楚。”片刻之后，骑士系实践考试终于迎来了结束。赛利亚获得了4胜1负的战绩，杜兰获得了4胜1负的战绩，切恩也获得了4胜1负的战绩，而雷欧则获得了5场胜利。